各位，我拼完才发现这两个的武器居然是同一比例的，以后也不需要买什么第三方的配件包，直接移植凯拼的就行了，太牛逼了这两个。蓝色暴风，我是蓝豹，欢迎收看本期蓝豹测评。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凯拼最新出的这个修罗啊。当然呢，我拿到的话呢比较晚啊，内容物我们就直接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吧。那么这款凯拼修罗的个人感觉是为数不多啊，就是头雕做的是最正的这一款修罗啊，这个应该是不需要在第三方配什么改件之类的，这个头雕做的是很棒很还原，而且这款的这个分色细节以及拼装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这个胸甲这个嵌套啊，可以说是用大为观止来进行形容啊，非常的好。这些红色的一些类似管道的一些细节，全部都是用透明件来进行组装完成的。所以说这个观感体验上的话呢，要比之前要舒服很多。如果硬要挑缺点，就是第一没有很多这个细节的褶皱啊，如果要是增加点这些，那这个简直是无敌了。在关节阻尼感方面，这款修罗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呢，这款模型估计也是经不起这个时间考验，因为我上一款那个凯拼的金刚身上已经开始有打快板的现象了啊，不知道这款凯拼修罗能不能承受起时间的考验呢？我觉得这款最值得争议的点啊，可能就是这个披风了。这个披风里头这个铁丝可能用料不是很好啊，已经有很多朋友这个部分断掉了啊。当然呢，这款模型也会有少许这个水口外露的情况啊。当然这些地方我个人觉得并不是特别显眼啊，不像有些模型可能就是直接在细节上给你来一大块，就是专门恶心你。这一款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服一些的。然后可动性的话呢，像头部可以抬头低头啊，就这么一点。360度由于衣领的干涉啊，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接着是手臂的可动，手臂的可动呢是可以达到一个平抬，而且它这个球关的关系啊，所以说它可以达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幅度。360度是没有任何问题。大臂的平抬，曲肘的关节可以超过90度。然后很可惜的一点是，它这个小臂没有办法达到一个360的旋转，甚是可惜。拳头的可动性，腹部以及腰部也没有办法做到360度。大腿有一定的下拉，平转、后踢、前踢、侧抬，屈膝关节可以超过90度。脚踝360以及接地性都是非常灵活的，脚尖也有一定的可动。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横向比较一下凯装的、刑克的、今天的凯拼的以及之前的凯魂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凯装啊，凯装它虽然说比例做的小，但是复原细节做的还是挺精致的啊，包括它身上的这个铠甲这个细节纹理和涂装非常不错，尤其它是给到了这个飞暗的这个披风啊。那这个凯拼的这个修罗的话呢，这个就属于一个特点，我没有拿到啊，很可惜。凯魂修罗的话呢，它明显是可以看到它这个眼眶是做的稍微大了一些啊，所以说观感体验上并不是那么的霸气。那么其他方面的话呢，还是挺不错的，尤其它身上这个底衣呢是有这个皮套的褶皱细节，做的还是挺好的。那硬要挑缺点的话呢，可能就是它的拳头有点过于大了，就是看上去特别的违和，包括它这个披风的这个质量啊，大家懂的都懂啊。剩下的话呢，也就是这个刑克和这个凯拼的，可以看到它这个皮套的一个细节方面的话呢，明显是这个更好，但是呢，质感方面的话，我个人感觉刑克的话会更胜一筹一些，因为比方说它这个肩甲上面这种磨砂的这种消光的一些质感啊，像这个拼装没能做出来。当然这个东西呢，有能力的小伙伴可以直接在这个零件表面上这里啊喷上一层消光，把这个金属银漆的部分遮盖一下，就可以达到这个刑克这样的一个效果了。当然呢，刑克我换了这个第三方的头，还有这个第三方的披风啊，它观感体验上会
更好一些。凯宾的这个修罗，它掰起来的手感要比刑克要好很多啊。这个刑克它不禁掰啊，就是你掰上一段时间它必松啊，必松啊。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价钱和它这个质量完全不符合呀。这凯宾的这个修罗呢，也可能是新品的关系，就是掰起来，非常的哇塞，就是它的这个阻尼感啊，各方面都调配的是非常的好啊。这个修罗它是有一个平转关节，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披风爪就可以不限制角度来进行使用了，就这一点就很舒服。但是这款凯宾的这个修罗，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它这里的平转关节就被舍弃掉了。当然呢，这个披风爪也可以翻出来。那咱们顺便可以看一下左边这个手机，手机呢它是一个磁吸的，而且这次可以注意到它把这个底座也设计出这个涂装的细节来，比前几款都强了很多啊。而且呢，它这个手机也是可以进行翻开的，翻开可以看到里面的按键，还有这个数码屏上面这个标语啊，做的真的是非常的细节。召唤器旁边这个贴膜刃啊，也是可以展开的。虽然说在剧中没有用过，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复述出来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召唤器底座的问题啊，这个厚不厚啊，就由大家自己来判断了。修罗炼狱刀啊，这个修罗炼狱刀的这个细节刻画还是非常不错的。中间这个眼球呢是个贴纸，当然里面是个透明键。很可惜呢，它不能像这个凯魂一样这个随意的波动啊，它前面是一个展开机构，而且这个展开机构里面是个红色的透明键，做的真的是很漂亮。明明这部分全部都是预涂装，为什么这个剑柄啊没有这个预涂装部分，需要玩家进行贴纸，真是难以理解呀。另一把呢就是这个修罗魔臂，修罗魔臂上面这个眼球呢是个预涂装，这一点真跟这个炼狱刀不太一样。当然呢，修罗魔臂的刃部都是可以进行展开的，拉开展开效果还是非常的好看的。两者组合方法呢是需要把这个修罗魔臂上面这个连接口打开，接着替换上一个上面带有这个装饰物的零件，给它进行安装上去。紧接着前面这个部分呢是需要安装炼狱刀前面这一部分进行一个结合啊，这样的话呢，这个修罗炼狱戟的一个模式就变形完成了。接下来是废暗武器修罗炼狱枪以及它变形成那个罗刹超新炮啊。那么星云枪模式的话呢，可以跟我之前那个改建版本进行一个比较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其实我个人感觉这个改建版本会更加还原一些，就不说跟改建版本比了，哪怕是这个改装的这一款的这个枪啊，我拿到一个类似的一个比例，大家看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啊。而且在闭合状态下呢，可以看到它这个前端这个位置，明显是这个第三方这个要做的更还原一些。它枪口这个部分是有这个符文和符咒的这个图案表现的，而这一款修罗的话呢，这里是没有进行一个图案的点缀，有一点可惜。那么就这两款修罗拿上这个枪的这个效果啊，观感体验上都是截然不同的。然后感觉呢，这个凯宾这个修罗拿这把枪是不是有点小啊？而这款刑克拿这把枪反而是有点大了呢？这是什么奇怪的观感体验？这把枪的一个变形逻辑还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把这个枪托抬起，然后呢把它前面的这几个扇叶展开，最后呢把炼狱刀插在后面进行一个固定。可以跟这个第三方的进行一个比较一下，可以看到这两者的这个长度啊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可能最大的区别也就是这个第三方这个炮嘴展开之后要比它长很多啊。因为呢它这个呢一个设计是参考了这个原设定啊，它是展开之后往前进行伸展了，而这个凯宾这个修罗这个炮呢，它没有往前伸展的机构，所以说看起来炮管是比较短的。之后可以看到内部的这个红色的一个细节，它是有刻画的，而它这个炮的这个内部啊是一个平的，连炮管都没有，感觉有点敷衍啊。不过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在枪内部像这里的红色的一些细节，这款炼狱炮呢是有给出来。那么放在同一比例上，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基本上没有差太多。凯宾的修罗拿着是不是有点太小了？这互换一下，这感觉就瞬间对味了呀！这修罗拿上这个比例的武器，就瞬间符合他的这个气质了。突然发现这玩意儿居然是给刑克做的配件包，
而且这个炼狱刀跟刑克这个炼狱刀的这个比例好像也差不太多，就是这个武器上面这个黄色跟这个刑克修罗身上的这个金色有一点色差，不然的话这么搭配真的是太完美了，舒服了。还买什么这个第三方配件包，直接拿凯拼的这个补件就行了。当然呢，说起这个废案啊，这个凯拼的修罗有一点没有做出来，就是这个东西，而这个第三方它是有做出来的。就是在剧场版修罗侠废案中，他舍弃了这么一个封印的一个结构，不然的话这个给凯拼的修罗加上简直是属于加分项啊。剩下的话呢就是一堆手型，我也不想介绍了，反正各式各样的，凑合给大家看一下就得了。然后呢它的地台支架方面呢做的还是挺齐全的，一种是较粗的，一种是较细的。我不得不说这个支架的把持力度还真的是很好啊，我们在暗光环境下可以试一下啊。摁一下呢就是这个常亮模式，摁2下呢就是它这个闪烁模式，碰3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灯的一个模式。内部的这个灯组呢还是一个白色的灯光，如果说要是换成红色的话呢效果就更好了。这凯魂修罗没有这个废案武器啊，剩下这几个全给配了。凯魂明明是这几个最高端的产品，结果它的待遇居然这么拉。那么视频最后呢，我想说这个官方好像近几年只在刑天系列就是不停的在输出，就是铠甲线都输出完了，然后就开始输出这个废案了。哪怕就是宁愿去出废案，他也不愿意去碰这个凯3啊或者凯1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角色，是吧？不要再薅凯2这个羊毛了，我求求你了，我真的快看腻了，不是看吐了，是腻了。来点新花样行不行？